如何度过一生，随性松弛往往是一种选择。到现在我才意识到，自己最适合的角色显然是第三者。这种表面的倔强背后，是一种对自由的向往，对生活的掌控，对衰老的抵抗。我不怕死，但我害怕死亡的过程。如果一个男人想娶我，我的感受只有不屑。Hello， 大家好，我是 Evelyn。这一期视频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它是豆瓣2022年度外国文学的榜首作品，由英国传奇女编辑戴安娜·阿希尔在她89岁高龄写下的一本随笔集《暮色将近》。那其实光听书名啊，我们不难想象这本书的内容，它是关于一位年迈的老人记录自己呢步入老年生活的种种变化，以及是对他过去人生的一段一段的回忆。作者是这样说，他说现在呢有这么多关于青春的书，还有很多告诉你生儿育女经验的书，但是有关凋零的记录却并不多见。而我呢，正行走在这一凋零的路程当中，所以为什么我不来记录呢？那很自然，这是一本关于生命凋零的，我自认为描写非常非常细碎又无比坦诚的自传作品。无论从它的结构、内容或者是叙事方法，它其实非常不同于我们以往读到的自传。在这本书里呢，他聊到了死亡、性、婚姻，还有很多年做小三的经历、生育老年人、兴趣爱好、开车等等等等。那让我们先暂且放一放这本书的内容，我想和你们一起呢花一些时间回忆一下，你在哪一个时刻或者是年龄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再年轻了。那这里呢，我所说的年轻，它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你可以是20岁、30岁、40岁，或者更为年长一些都无妨。我想你们一定和我一样有过某一种瞬间因为有了一些参照，我们就突然感慨自己不如当年了。就我自己而言呢，其实很直观的一点是，当我开始浏览社交软件，我发现很多年轻人关心的事情我不了解了刷到某些内容的时候，我脑子里就会蹦出3个问号，就是他们在关注的明星是谁，他们爱看的剧有哪些，他们最近讨论的那些热点话题是什么，甚至于我有时候看评论区我会看不懂，因为有很多的爆梗和那种网络热词缩写，比如说现在我明白了 YYDS 是什么意思，还有 KSWL、BDJW 等等等等。那另外一点呢是当我目睹了越来越多亲人的老去，甚至是离世，我意识到自己不再年轻了。在隔代的老人里呢，我现在只剩下90多岁的奶奶。在我记忆中，其实我的亲人们都仿佛定格在了某一个时间，他们还是那样的身体健硕、精力充沛、侃侃而谈的样子。虽然我和妈妈的关系亲如姐妹，经常帮助她解决生活中各种大小的问题，但是我多少能感觉到她有越来越多的时刻需要求助于我。以及呢，在我移民美国之后，我跳出了原生家庭，走进了另外一个家庭，看到和我父母年龄相仿的长辈，也就是我的公公婆婆，我突然之间有了一个参照。有一天呢，我和公公聊天的时候，他说他们2个是非常不愿意去麻烦别人的人，但是呢，他们发现对很多事情越来越力不从心了，偶尔他们也需要求助于我们我意识到其实这些年像他们这样的长辈呢是在慢慢变老的，承认力不能及这个事实是需要勇气的。当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开始切换角色，担起了更多家庭的责任，感受到被需要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不再年轻了。那我也非常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们在什么情景和什么时间有这样和我相似的感受。那正如前面所说呢，1917年出生的阿希尔，在他89岁写下了这本书，101岁他去世。他自己笑说呢，是遗传了家里的长寿基因。他其实本身就是一部活历史，因为他见证亲历了1个世纪的波澜壮阔。正如这本书导言中所描述的，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呢，父亲就教育他要靠自己谋生。于是他从牛津大学毕业之后不像很多同时代的女性一样，先去考虑这个婚嫁问题，而是他去考虑了自己的职业方向。那我们都知道，在那个年代呢，护理和老师是2个非常热门的职业，但是阿希尔自己对这些都毫无兴趣。直到2战爆发，为阿希尔呢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他去到 BBC 新闻部工作，并在那儿呢结识了一生的工作伙伴，2个人创立了20世纪英国非常知名的独立出版公司。
那为什么开篇我说她是一名传奇女编辑呢？首先，她作为一个出版社的编辑，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比如说引进了一系列杰出的作者，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波伏娃，还有2次摘得英国布克奖的阿特伍德，2次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以及书评奖的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还有呢就是2次摘得普利策奖的美国作家厄普代克等等等等。再者说，他传奇体现在他非常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和婚恋观。阿希尔呢，一生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他在经历过年轻时候2次恋爱呢，他就开始非常坚定的独身主义的生活方式。他曾经有多位的性伴侣。对于做小三的经历，阿希尔自己描述说忠诚不是我的美德。如果一个男人想娶我，我的感受只有不屑。这些无伤大雅的艳遇，有些呢涉及了别人的老公，但我从未心生愧疚，因为我从来没想过破坏别人的婚姻。下面呢，我们来聊一聊这本书的内容。这一本小书非常的薄，它一共有16章，222页，7万字，可以说呢，一部个人的自传用这么短的篇幅来书写是非常非常克制的。我在前面说，它和我们读到的一些自传作品都很不同。通常来说呢，自传作品会从一个人的出生、家庭、读书、恋爱、工作等等等等事无巨细地展示这个人的生平，通常是以时间为轴线的线性描述。但这本书呢，它是从几个部分切入，非线性的，像和朋友聊天一样，很平静却又坦诚的用回忆的细节带出他的观点，诙谐幽默的口吻真的让人读起来觉得非常轻松。但是这个作者这本书背后引发的思考的冲击力很强。有几个章节呢，我印象很深，比如说89岁的时候终于放弃开车的经历。他说自己在70多岁的时候就应该要停止开车了，但是他迟迟就不想做出这个决定，因为随着年纪渐长，他感觉到自己的双腿饱受折磨，如果不依靠外力，比如说拐杖或者是助推车他走不了几步就会摔倒在地。但是只要身体艰难地挪动到这个驾驶座上，他感觉就和所有人一样，恢复了自由和年轻。那他对汽车的这种爱和依赖呢，会随着他身体状况的恶化日益增长，直到88岁的时候，他1年内发生了3次剐蹭，他才意识到是时候停下来了，不要再开车了。其实通过阿希尔的书写我看到了年迈腿脚不灵便带给老年生活怎样切身的变化。其实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街上的老人步履蹒跚的样子，我们并不会感到多么稀奇，因为我们默认的觉得老了就是这样的。但是通过作者这种细致的描写这些常见的老年病是怎样一点一点的恶化，原来他们面对身体的日渐衰落会有这么多的无奈和不甘。当汽车代替了不便的腿脚，那放弃开车就意味着自己将被囚禁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失去了自由。所以对阿希尔来说，这个决定异常艰难。那回到生活中，有时候呢，我们会用年轻人的视角做出判断，我们会限制自己的长辈、老年人做出很多的行为，然后就遭到他们的反抗。我们难免呢会气愤地抱怨说我明明是为了你们好，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倔强，这么的不听劝呢？在这里，作者为我们开了一扇窗，他让我们看到这种表面的倔强背后是一种对自由的向往，对生活的掌控，对衰老的抵抗。尽管有一些挣扎它是无谓的，甚至在我们的角度看是危险的，但这可能是他们能做的最后的努力。阿希尔呢还谈到变老之后想和年轻人多相处的心情。这一段呢会相对比较长，但是我觉得他写得非常好，我想和你们分享一下。他说，和年轻人在一起的好处不仅在于他们能激发感情，你能观察他们生活的趣味所在，而且只要他们在你身边，就会产生一种反作用力，足以抵消老年生活中令人不快的因素。越来越不能做喜欢的事情，听得越来越少，看得越来越少，吃得越来越少，受伤越来越多，朋友逐一死去，明白自己也将不久于人世。这很容易滑入生活的悲观主义，但反过来想，如果我们能突破自己感知的局限，知道有些人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对他们来说前面的路很长，充满了谁知道会怎样的未来。这能让我们再次感受并意识到自己并不是朝着虚无延伸的黑色细线末端的小点，而是生命这条宽阔多彩河流的一部分。
这条河流充满了开端、成熟、腐朽和新生。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的死亡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如同孩子们的青春一样，就像一个人面对着即将赶上他的人们一样，像面对着一面镜子。所以当你老了，一个心爱的孩子偶然过来看看你，好像他觉得你又聪明又善良，这是多好的祝福呀！这样短暂的一瞬，也许并不能延续你的聪明或善良，但1-2个小时后，确实会让你感觉好很多，甚至觉得这非常值得。我平时呢，其实很喜欢和老年人聊天，我好奇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感悟。我其实以前或许也想到过，有人聊天呢，能帮助他们抵消一些无聊的老年生活吧。但是直到我读完这本书，我通过作者真诚的吐露，感受到作为老年人的心境，他们是多么盼望通过年轻人去感受生命这条宽阔的河流，他们多么希望被点燃一些生活的热情和意义。这一章呢，还有一处非常有趣，就是在作者18、19岁的时候，他曾在心里暗自嘲讽了一位年近50岁、即将步入婚姻的老光棍儿。这个老光棍儿3个字是作者自己用的。他说呢，当看到他和新婚太太在舞池里翩翩起舞，不时呢秀一下恩爱，他心想，老年人一定也要做爱，可他们怎么也该自重点吧，别表现出来嘛。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又震惊又好笑，因为18岁的阿希尔，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后来的自己在60多岁还和伴侣保持着肉体关系，而这一切呢，是18、19岁的他当时是不能理解的。他很直接地戳破了不少年轻人看待老年人的感受。我们会对一些没经历过的事物难免存在偏见，而阿希尔呢，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视角。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我和他交换了人生一样，他拉着我提前进入到了一个未知的时空。他的目的呢，并非是缩小观念的鸿沟，或者是教育年轻人啊，你们要多多去关爱老人，并不是，他只是直白的把自己的经历放在这里，而你如何解读都可以。其实这样的写作初衷呢，还体现在他讲述自己的两性关系中。他坦言自己艳遇伴随了一生，直到79岁呢，最后一个恋人因为心脏病发作而去世，才进入了他的性的消退期。他也曾经拥有一段3角家庭的开放关系，理由呢是他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强的占有欲。当一个有夫之夫巴里对他说，如果自己与太太分手，不会再结婚。作者听到巴里，就是他的情人说出这样一段话的时候，他不像别人，他其实是感到一阵轻松的。他是这样描写的，这对我甚至是个安慰，因为从那时起，我就知道无论如何，总会有一个人为他洗衣做饭。我可以享受爱的果实，却并不需要在厨房里艰苦努力。我吃惊地发现，尽管年轻时经历了这么多浪漫爱情的风风雨雨，到现在我才意识到，自己最适合的角色显然是第三者。作者在这章之前已经让我很多次感叹说他真敢说呀。阿希尔呢，他承认自己非常的自私，我觉得他或许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是他足够坦率的用人生经历得出一些真切的感悟。比如他不会去考虑情人对自己家庭是否负责，对妻女是否轻蔑，他不执着于改变对方，也不求和对方三观契合，他选择了一种让自己和对方都觉得自由轻松的关系。他永远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他还说女人的自我常常泯灭于性生活之中，很多人到了中年之后才慢慢找到性以外的自我存在，有些人呢永远都找不到。我觉得读这本书我们一定要放弃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批判他人生活的习惯，不以自己认为对的标准衡量他人的行为和价值。我觉得读者当然可以不喜欢他的观点，也可以不认同他的价值观，但是我觉得读书的意义呢，就在于看到不同的人对待不同事物的态度，而这些呢都是真实发生的，只是很多人我们根本就没有勇气把他们这些故事说出来。那在这个阿希尔89岁高龄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不再说考虑这本书写出来别人如何看待他，社会如何评价他，我觉得他更多的是写给自己，他自私的过着那种别人接受与否不关我事的这样一个人生。
诚实地回顾了这些经历。那这种豁达和智慧的背后，我觉得是一种非常松弛和随性的人生姿态。我印象很深刻的还有一章，他真实细密地记述了阿希尔长寿母亲和外婆的晚年，他们如何在等待死亡的漫长过程中应对生活种种的困境和恐惧。阿希尔的妈妈就说：“我不怕死，但我害怕死亡的过程。”他是很害怕自己会因为心绞痛而无法呼吸，所以阿希尔也写道：“夺去生命的致命一击，完全比不上生前忍受的痛苦、可怕和难受。”其实通过这2章的细节描述，我们多少能感受到老年生活的重重困境，方方面面都需要老年人自己去坚强的面对。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听到老年人说，希望自己走的时候没有痛苦，如果呢迫不得已，也不要做一系列那种带有创伤性的抢救措施，因为对身体不受控所带来的未知的恐惧，可能会比死亡本身更可怕。因为没有人能替他们承受这种折磨，我们也不知道这种折磨会持续多久，能在多大程度上延续他们的生命。而作为年轻的读者呢，我们又该如何去面对慢慢接近的死亡？有读者评论到面对死亡是一个比突然死去更加严肃和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好，因为生存和死亡可能是要萦绕我们一生去思考的一个话题。作为照顾者的阿希尔呢，其实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照顾病重的妈妈。他说照顾工作令他身心疲惫，一方面呢，他需要加倍的努力工作，保证收入，再也没有自己的时间，不能在家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另一方面呢，对母亲健康状况的担忧令他感到无比的恐惧和焦虑。比如说在书中的71页，他就有写到自己经常会在午夜惊醒，去听他熟悉的母亲晨起后一系列的动作，比如说凌晨4点拖着脚窸窸窣窣地走进卫生间，6点半开始动作迟缓地梳洗穿衣。而如果没有听到这些动静，他就会开始一通猜想。他说这种焦虑变成一种动物般毫无理性的惊慌失措。在死亡这件事情上，哪怕是最微小的幸运，也能减弱最可怕的恐惧。对于作者来讲其实真正令他担心的是必须忍受身体逐渐失灵。他说如果折磨必须来临，有女儿在场安慰就会稍微轻松一点，可是我没有女儿。他呢有一段长达8年的亲密关系，那这位性伴侣呢，在他结束了这段浪漫关系之后，因为对方身体状况很糟糕，阿希尔又不得不承担起照顾者的角色。他说自己没什么钱去请一名训练有素的看护在家照顾自己，或者说呢去找一个养老机构碰到一个既和善又体谅、工作还很高效的人员，他觉得这个概率微乎其微吧。在这里呢，作者89岁的时候书写下了对生命最后时刻的担心和想象，那会让我非常好奇想去查他生命最后的日子到底是如何度过的。他呢选择了哪一种的养老方式？在这里我想先留一个悬念，我会把答案呢放在视频的最后。当然，如果你有机会读完这本书，也可以在读完之后再去找答案。还有几章呢，他写到自己新发现的兴趣爱好，比如说报了一个老年班，他在那儿度过了非常快乐的6年时光。又比如呢，他爱上了画画通过对事物的观察能力的提升呢，他发现了不同生命体存在的价值，理解了看到和被看到的重要性。再比如他被迫帮助表妹呢去照理花园，却无意中爱上了这些花花草草。他发现打理这样小花园这么小小的一个行为，引他进入了一种心流状态，为他的生活增色不少。其实我觉得全书最令我感动的地方，我几乎要哭出来了，莫过于结尾处的一处 callback。在这本书的第1章呢，他说他自己非常想养一只小狗，但是却不太可能了，因为自己年事已高，他担心自己不能陪伴着他外出散步陪他奔跑随后呢，他又写到自己在邮购目录上看到了一张树蕨的照片，他原以为呢送过来会是一棵很大的大树，快递到手一看，只有一个小信封，里面装着很小的一株苗。他猜测呢，以树蕨生长的速度恐怕自己看不到它长成参天大树的那天了。但是在全书的结尾附言中，阿希尔和我们描述了树蕨现在的样子。他说呢，自己低估了观察它成长的乐趣，买它确实非常值得。
这让我想到，当生命走向尽头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一些参照物来衡量生命的尺度，比如说一只小狗，比如说一棵大树。但正如阿希尔所展现的，人生呢重在过程，结果往往会超出你的预期。所以如何度过一生，随性松弛往往是一种选择。这本书呢，它放弃了宏大的叙事，重在描绘很多老年生活的细节。它不像一些成功学书籍那样，试图教授你1、2、3、4怎么做，而是呢，用一种非常真挚的分享的态度，抛开生活的切面。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脑海中不断想象和描绘作者的容貌。我坚持跟自己说，读完了再去搜索他的照片，我想给自己留有一些神秘感。不知道你们读完这本书或者听完我说完这本书之后，会把它分享给谁？我呢，第一时间合上书就分享给了妈妈，因为我希望她的老年生活也可以和阿希尔一样积极、自由和通达。在最后呢，我拆开了这本书的封皮，露出的是一个黑底金印的硬皮书。其实我更喜欢这样的设计，因为我觉得它就像一个看似已经走向生命尽头，终将归于虚无的生命个体，但是其中呢，又有这样金灿灿的辉煌的勾勒。就像作者阿希尔，如今呢，他已经不在人世，但是他留下了这本书，用一种无比坦诚的叙述，给予我们老年生活的图景和其中的心境。我和他之间的交流跨越了时间、年龄，甚至于生死。在和他进行了一场很酣畅淋漓的对话之后，他的感悟是那样耀眼的绽放在我年轻的生命里，给予了我很多的思考和启迪。那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希望你们喜欢，我们下次再见，拜拜。